姐姐，這煞星獵戶客氣又殘暴，就留給你享福了。鎮上的富家少爺，妹妹我就替你嫁了。我不是被末世变异鼠杀了嗎？這是哪兒？穿越了。左腿骨折，心率過緩，重度失溫，不僅要被留給一個煞頭獵戶，堂妹還搶了原本屬於我的姻緣。不行，現在當務之急是活下去。滾！再上前一步，死！武力值天花板，卻是個走投無路的窮鬼，完美的投靠對象。你剛才踹門時重心偏右3寸，左腿經脈有舊傷，這種天氣，你每走一步都痛如刀割。你找死！屋裡還有嚴重的肺疾咳嗽聲，聽呼吸頻率，熬不過今晚。山下連年蝗災，活人比惡鬼還狠，你根本換不到藥。這大雪封山，除了我，沒人救得了你們。就憑你一個快死的女人！我懂醫術，能開刀治腿，我還會削皮子，能包攬後勤做熱飯。給我一口吃的，留我過冬，我保你和屋裡的人活命。這筆買賣，你穩賺不賠。最好有你說的那麼大本事，否則，明天你就會變成狼食。他高熱驚厥，肺陰已經渾濁了，今晚退不了燒，必死。你剛才說你能治？能，但我現在連站穩的力氣都沒有，沒法配藥。給我一碗熱水，一口能咽下去的乾糧。你敢趁機討價還價？這是生存的等價交換。我不吃東西，手連草藥都拿不穩，怎麼救他？好，把結冰的濕衣服脫了，想死別死在我屋裡。半個時辰，吃完治人，他若死，你陪葬。成交。把你奶奶身上那床最厚的破棉被撤了，解開领口的扣子。外面滴水成冰，屋裡連個炭盆都沒有，你讓他敞着衣領吹冷風，你最好清楚你在幹什麼。他现在高熱不下，氣血已經快要耗盡，再這麼死捂下去，熱氣散不出來，他的5臟6腑都要被活活燒壞了。掀開！接下來要什麼？把那筐發了霉的草藥拿過來。那是我前幾天從雪坑裡挖出來的，屋裡漏水，已經全長了白毛，那是毒草，吃下去會要命。拿過來就是。去灶旁裡抓一把最細的草木灰，再去門外抓一把乾淨的滴血。這就是你說的能救命的藥？你知不知道，騙我的下場會比凍死在外面慘10倍？你懂什麼？這叫以毒攻毒。治不好他，你隨時可以擰斷我的脖子，但你再耽擱半刻鐘，你就只能明早給他打棺材了。轉過身去，背對我，師門秘法，配藥時不留外人旁觀。我倒要看看你能耍出什麼花招，只要你敢亂動一下，我的刀絕對比你快。警報：時空躍遷受損，系統降級，當前可用合成次數3次。警報：檢測到宿主氣血極度虛弱，強行啟動越級合成，將抽取宿主本體生機，存在極度衰竭風險。絕境之中誰也靠不住，我必須在這個男人面前展現絕對不可替代的價值。啟動合成，目標退熱拔毒散。合成序列已激活，正在解析分子結構。叮，合成完畢。好了，血水化開，捏住下巴，灌下去，別灑了，只有這一副。退燒了。我說過，穩賺不賠的買賣。瘋女人！既然你保了我奶奶的命，那你的命以後就歸我管了。醒了就別亂動。放開！我奶奶的命保住了。你說的對，這筆買賣我不虧。你去哪兒？找吃的。你最好祈禱我能帶着肉回來，否則我們3個今天都要餓死在這裡。越級合成虧空太大，必須盡快補充高熱量食物，絕不能再強行合成了。運氣不錯，這畜生凍死在背風坡，去生火。如果你的手藝和你的藥一樣有用的話，弄點吃的出來。只有這個調味，湊合吃。這是苦岩石，這東西含雜質太多，有微毒，
長期吃這種粗鹽，不僅會惡心嘔吐，還會導致氣血虛弱、四肢無力。你腿上的舊傷恢復得這麼慢，和長期吃這東西脫不了干係。不吃，現在就會餓死。我來處理，去弄點燒透的木炭來，越純越好。轉過去，背對我。我倒要看看，你還能憑空變出什麼戲法。活性炭是絕佳的吸附過濾材料，配合系統提純，完全可行。啟動合成，目標設定：雪花精鹽，材料檢定中，含有毒雜質的粗鹽、木炭，符合質量守恆定律。開始合成，叮，合成完畢。好了。你到底是什麼怪物？能讓你活下去的怪物。把你的刀給我。羊的腥膻味主要集中在腺體裡，避開這些部位，把淤血和毒腺剔除乾淨，肉就不會發苦發腥。這刀法比處決死囚的劊子手還要利落。他看着這頭羊，就像在看一堆死物。他到底殺過多少活物？發什麼愣？去外面抓血，燒水。盛出来。我們談談。說。我看過外面的天色，也測過風口。這場暴雪至少還要下10天以上，大雪徹底封山，你出不去，更打不到大型獵物。這頭瘦羊省着吃，最多只能撐7天。你想說什麼？7天後，沒有食物，沒有足夠的御寒物資，這破屋子扛不住下一次降溫。你腿上有傷，再強行外出狩獵，必死無疑。你奶奶熬不過下一次受寒。所以呢？所以你需要我。我懂醫術，能治你的腿和它的肺疾。我能提存毒鹽，能消滞保暖的皮毛。我還可以重新改造這個漏風的破屋，讓它能在冰天雪地裡保住你們的命。我能讓這些劣質的物資發揮出10倍以上的價值。你出武力，保證安全和獲取基礎物資；我出技術，包攬所有的後勤。我們搭伙過冬。搭伙過冬？這女人究竟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？不過她確實是個極度有用的頭夥。好，以後肉歸你管。火塘不行，熱氣全跑了，柴火也撐不到天亮。我們得重新盤個火炕。北地的獵戶都會盤炕，但這屋子四面透風，普通的泥皮炕根本燒不熱，火一停就凍透了。而且現在外面滴水成冰，去哪挖活泥？我有辦法讓泥不動，也有辦法讓炕燒不透。你去外面挖最硬的冻土和碎石回来。爛草救命，毒誓化鹽，這女人的瘋話全兌現了。廢土生存鐵律，永遠不要把能量浪費在無用的取暖方式上。這男人的武力值放在末世絕對是頂尖的強化者。夠不夠？把凍土砸碎，越碎越好。背過身去，別看。啟動合成，目標設定：耐火聚能專心。材料鑑定中，礦物質碎石、粘土、血水符合質量守恆定律。警告：今日合成次數將近，宿主體力已達極限。確認合成。叮，合成成功。好了。這粉末散發的氣息，不像土，也不像石。把血水燒熱，澆上去和泥，把那些暗紅色的粉末攪勻。床拆了，在這裡重新盤，按我畫的線壘石頭。這火道太繞了，煙排不出去，屋裡會燻死人。古代炕容易導煙，是因為氣流受阻，但我畫的是末世極寒避難所裡改良的 S 型回水保溫炕，不會。進煙口寬，排煙口窄，利用氣流的擠壓把煙倒遞出去，不僅不會導煙，還能把熱量100%的截留在石板下面。按我畫的做，我保證今晚我們都不會被凍死。生火。3年裡的每一個寒冬，都是靠硬扛。這個快要死掉的女人，只用半天就徹底改變了這一切。煙還剩多少？羊肉怎麼風乾？左腿的夾板需要木材，明天必須做個保暖的門簾。不養閒人，也不能讓自己閒着。吃。藥還有嗎？什麼藥？你配的藥能救命，你的腿什麼時候治？今天不行了，那藥極耗心神，我今天強行配了3次，
再動一次，我會當場猝死，最快也要明天中午。這個女人對自己比對我還要狠。明天你要什麼材料列出來，我去後山找。好。娘，給我吃一口吧，就一口。我餓的胃里像有刀子在嚼。吃，你就知道吃！這最後半塊餅是留給我兒子續命的。你昨天已經喝過2口血水摻樹皮了，還敢來討食？這就是我費盡心機搶來的好姻緣。本以為進了孫家能安穩做富家少奶奶，誰能想到這極寒暴雪逼得流民砸開了孫家的大門。孫家囤積在糧倉裡的幾千斤糧食，連同地窖裡的臘肉和紅薯，一夜之間被洗劫一空。不僅如此，他們還放了一把火，燒毀了前院。娘，別吵了。兒啊，你別動，娘這就把餅給你泡開。沈清河那個煞星，現在肯定早就死透了吧？他被我推下血泊，腿都斷了。就算沒摔死，那半山腰的獵戶是個殘暴不仁的怪物，怎麼可能留他一個殘廢過冬？他肯定早就被扔在雪地裡，凍成了一具发硬的干屍。我贏了，最終還是我贏了。僅僅1個時辰，這套 S 型回水保溫抗就展現出了它恐怖的御寒能力。屋外是零下30度的極寒地獄，屋內卻熱得讓人脊背發寒。這算什麼？算賬，算我們能在這個絕境裡活多久的賬。這頭野羊剔除骨頭、內臟和不能食用的部位，淨肉只有15斤。你身高1尺9，肌肉密度極大，你是這個屋子裡唯一的絕對武力輸出，也是外出獲取物資的唯一保障。為了維持你的體能和熱量消耗，你每天必須攝入至少1斤半的肉食。我以前在雪地裡追蹤獵物，餓3天3夜照樣能殺狼。這肉我可以減半吃。不行，我不做虧本的買賣，更不養連刀都拔不快的廢物。在廢土，在極端環境下，克扣主戰力的口糧等於全隊送死，這是我的規矩。在這個女人面前，虛偽的客套和無用的同情似乎都是多餘的。奶奶大病初癒，身體底子全空了，她不能吃硬肉，消化不了，每天必須用半斤带骨肉給她熬濃湯，這是底線。至於我的腿骨斷了，傷筋動骨需要大量的營養，加上我要配藥、削皮子、維護庇護所，我每天必須吃1斤肉。1斤半、半斤、1斤，每天消耗3斤淨肉。對，這頭羊只夠我們撐5天。5天後，這大雪根本停不下來，封山至少還要半個月。這就是我們剩下的時間。5天內，你的腿傷要好個7七八八，我的左腿要完成固定。第5天，我們必出門尋找新的物資。這個女人把每一口肉、每一份力氣，甚至把我的戰鬥力都算計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冷酷、苛刻，卻又該死的有效。別動，這是大黃。2年前我進深山遇上熊瞎子，他為了引開熊，腿被打斷了，從那以後就殘了，只能一直窩在屋裡。等等，怎麼，我的狗，我連餵口肉的資格都沒有了？我說過，在這個屋子裡，沒有誰可以白吃白喝。他腿殘了，不能打獵，不能負重，給一個沒有生產力的動物吃肉，就是浪費生存幾率。他救過我的命，那是在過去，在現在的極端環境裡，過去的功勞換不來今天的口糧。他如果只能躺在這裡等投餵，就不配浪費一點熱量。沈清河，你別以為你救了我奶奶，就可以在這個屋子裡隨意發號施令。大黃我養定了，肉我也餵定了。那你就是帶着我們一起死。去，盯着那扇門。去。我不養閒人，也不養閒狗。用绝境威壓逼出他的預警本能，這女人把一切都算計成了生存籌碼。她雖然殘了，但嗅覺和聽力還在。極端風雪天，餓瘋了的野獸很容易順着肉味摸到門眠。從今天起，它就是我們的第一道防線。它吃肉骨頭，負責守夜。只要它還有價值，我就允許它在這條生態鏈裡活下去。它不是殘忍，它是在用殘酷的理智為每一個生命尋找活下去的位置。吃。明天我去深谷，這附近的獵物早就跑光了。深谷裡有狼群，但也可能藏着被大雪逼出來的黑熊。我去碰碰運氣，看能不能再弄點肉回來。別去，5天後斷糧，不提前去探路，我們都會餓死。你要去，也必須帶我一起去。你瘋了！你現在連地都下不了，帶你進深谷，你是去給狼群送口糧的嗎？明天中午我會治我的腿，我需要鐵，大量廢鐵或者堅硬的礦石，我還要找幾味特定的草藥，只有深谷背陰處才會長。你不認識那些藥？你知不知道重接斷骨有多痛？沒有麻藥，你會活活痛死過去。痛覺是提醒你還活着的最好證明。你的腿傷遇到極寒會僵硬，反應速度會下降。遇到突發危險，你需要一個能看清全局並給你提供掩護的人。我不會成為你的累贅，
我會成為你的另一雙眼睛。我再說一遍，在這個團隊裡，每個人都必須發揮最大的價值。把戰力最強的你一個人派出去冒險，是極其愚蠢的戰術。這個瘦小虛弱的女人，硬生生將這座破敗的木屋變成了一座堅不可摧的堡壘。我曾統帥10萬鐵騎，比誰都清楚這種運籌帷幄的絕對理智究竟有多可怕。好，明天中午我幫你接骨，接完骨，我們一起進谷。在這片冰封的死地裡，生存的齒輪終於重新轉動了起來。咬住，斷骨重接會很疼。不用，直接動手。忍着，這分筋錯骨的劇痛，軍中鐵血老兵也會慘叫，他竟然生生扛下來了。木板綁緊點兒，不要留活動縫隙。手藝不錯，你對自己下手比对敵人還狠。痛覺能讓人保持清醒。羊肉吃完了，今天必須進山。你這副樣子怎麼走？用這個，你拉着我，雪地摩擦力小，費不了你多少體力。坐穩了，遇上猛獸，我未必顧得上你。我說了，我是你的另一雙眼睛，不是累赘。风向变了，停下！你聞到了什麼？血腥味很濃，而且有大型食肉動物的腥臭氣，在那邊。是雪狼王，看这爪印，刚和成年黑熊死戰過，熊跑了，他也活不成了。體格夠大，皮毛能消了禦寒，這身肉足夠我們吃上10天。住手，不能殺！婦人之仁，你那不養閒人的規矩，對畜生不作數了。我看重的是價值，不是同情。你看清楚，它是母狼，而且在哺乳期。它之所以跟黑熊死戰不退，是為了保護被封處石洞裡的幼崽。那又如何？等它咽氣，那窩小狼崽也是死。它如果死了，不過是10天的口糧；但如果它活着，它就是這片雪山的絕對霸主。一場暴雪，周圍的生態全亂了。我們需要活物來預警。一只雪狼王的聽覺和嗅覺能覆蓋方圓10幾里，只要治好它，它就是我們最強的哨兵。這筆買賣難道不比吃幾口狼肉划算？性難馴，它要是傷好之後反咬一口，我們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我有把握，去把那棵枯樹下面的烏頭草根挖出來，越多越好。順便去剛才黑熊逃跑的路上，把那頭被吃剩下的死鹿拖過來。你要幹什麼？做手術縫合。這女人徹底瘋了，給一頭垂死的野獸縫肚子。目標1：高濃度麻醉草藥，材料烏頭毒草、血水，開始合成。目標2：無菌縫合線，材料廢棄鹿筋、草木灰，開始合成。警告：連續2次越級合成，宿主當前體力嚴重透支，將產生劇烈痛楚與眩暈。把他的頭按住，如果他反抗，打暈他，別打死。拔刀，用火折子烤一烤刀尖。皮肉破了，就像衣服破了，縫起來就行。我見過無數軍醫，從未見過有人能把撕裂的肚子一針一針縫起來，竟然沒有一點化膿的跡象。這個女人，好了，到底是個什麼怪物？別動，我不殺你，我救了你的命。這塊肉給你恢復體力，等價交換，我給你提供穩定的食物和庇護。你帶着你的崽子給我看守家門，成交嗎？這算什麼？他聽懂了你的話。他聽懂了生存的法則。通體雪白，以後就叫你大白吧。大白？怎麼，你有意見？沒有。走吧，把他和他的狼崽子帶回去。我們不僅有了一個警報器，還有了一群雪山打手。這筆買賣賺翻了。這個女人總能用最瘋狂的手段創造出讓人不得不服的奇蹟。撐不了多久，這根梁朽透了，風雪一倒灌，屋裡的火炕馬上就會涼透。用木補頂住沒用，這屋子的結構已經散了，必須用生木做重重牆，把這一角徹底封死。大雪封山，去哪兒找生木？就算砍了回來，
原木之間全是縫隙，冷風一吹，我们今晚全得凍死。木头你去砍，缝隙我来補。之前獵物剝下來的廢棄碎油脂放哪兒了？在屋外雪窩的破缸裡，全都發臭了。你要那個幹什麼？不僅要那個，我還要松枝。後山松樹多，去刮一些回來，越快越好。找2根粗柴棍過來，盯住我的位置，看好火，別讓風吹滅了。這等恐怖的臂力，根本不是尋常獵戶。轉過去，剩下的交給我。啟動合成，目標設定強效防風塗層膠。材料符合，警告連續越級合成將導致重度體能透支與失溫風險。少廢話，合成。叮，合成完畢。弄好了，用這個塗在原木上，一層層壘起來。弄完了。沈清河，好轻，这根本不是外面的冰雪，是從他骨髓裡散發出來的死寂。醒醒！你這個瘋子，我沒讓你死，誰帶不走你？冷，有我在，冷不了。醒着的時候像把見血的利刃，現在卻毫無防備地縮在我懷裡。既然你拿命護了這屋子，以後你也是我的了。溫暖，原本深入骨髓的極寒消失了。醒了。大白呢？在門邊。木屋修補得不錯，保溫層盡效了，但還不夠。連風雪都灌不進來，你還覺得不夠？防得了天災，防不住人禍。這場大雪很快就會把山下的人逼瘋，等到他們連樹皮都啃完的時候，這座冒着熱氣的石堡就會成為所有流民和暴苦眼裡的肥肉。他們上不來，雙拳難敵四手。如果是100人、200人呢？我們缺乏防禦工事，更缺乏武器。除了你手裡那把獵刀，我們連設陷阱的鐵釘都沒有。我們需要鐵，大量廢鐵，或者堅硬的鐵礦石。大雪封山，積雪齊腰深，走在雪地裡舉步維艱，1天的時間，連半山腰都走不到，更別提運送沉重的鐵礦石。所以，我們需要滑雪板，找2塊平整的長木板，前端用火烤彎，打磨光滑，再削2根尖銳的木棍做撐桿，穿上它，你在雪地上的移動速度會比奔跑的野狼還要快。半個時辰。你腿上有傷，不能受力，坐托盤上，我拉着你。大白，開路！這木板竟能踏雪無痕，縮地成寸，減少壓力，增加受力面積的物理常識罷了。往東邊走，我記得原主的記憶裡，半山腰以前有個廢棄的採石場。有動靜。娘，這樹根凍得像石頭，根本咬不動啊！閉嘴，咬不動也得咬。你想餓死嗎？給我繼續挖，底下肯定還有草根。這嬌柔造作的哭喊和刻薄的咒罵，堂妹沈嬌嬌、孫老太，還有那個良人孫明，認識？太認識了，推我下懸崖的好妹妹。我替你宰了她。不急，直接殺了，太浪費勞動力了。你沈清河，你沒死？怎麼，看到我沒死，堂妹很失望？姐姐，你還活着太好了！我們孫家的糧食被搶光了，已經3天沒吃東西了。姐姐，你既然有白狼毛穿，肯定有吃的，對不對？快給我們一點吃的吧，我們要餓死了。清河，是我啊，以前是我不對，不該退你的婚。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你救救我。沈丫頭，既然你攀上了這獵戶，有吃有喝的，還不趕緊拿出來孝敬我們？難道要眼睜睜幹着我們餓死嗎？沈嬌嬌，你推我下山崖的時候，可不是這副姐妹情深的嘴臉。還有，別跟我攀親戚。
我嫌脏。这位壮士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是他亲妹妹啊！他这是在挑拨离间，你可千万别被这毒素骗了。再往前挪半分，你的脑袋就不用要了。行了，别脏了你的刀。在废土生存守则里，直接杀掉敌人是最下乘的做法，合理利用劳动力才是利益最大化。想活命吗？想，清河，只要你给我们一口吃的，让我们干什么都行。很好，看到那边那個山洞了嗎？裡面有裸露的鐵礦石和一些廢棄的碎陶片。我不養閒人，更不施捨仇人。在這個山上，只有等價交換。去那邊挖礦，10斤鐵礦石或者2斤廢鐵，可以換1碗熱乎的糙米肉湯。你這是這冰天雪地的，連個鐵鎬都沒有，你讓我們用手去刨洞土挖礦，那是1碗湯，怎麼能換10斤礦？賢貴，你們也可以選擇繼續啃這些木頭渣子。現在大雪封山，壟斷方是我，這是標準的賣方市場，規矩我定了算。沈清河，你還是人嗎？我是你堂妹。規矩我只說一遍，幹就有熱湯喝，就能活命；不幹就凍死在這裡，當大白的口糧。怎麼選，你們自己看着算。走吧，去採石場邊緣看看地形。原材料勞動力搞定了，接下來就該輪到屬於廢土機械的美學登場了。30斤礦石，還有2塊廢陶片，我們挖到了。分量夠了，成色極差，雜質多，把東西搬進來，堆在牆角。交易完成，拿上你們的湯，滾出去。明天想要吃的，繼續帶礦石來換。你要這些廢石頭到底有什麼用？這裡面能用的鐵水，連打一把匕首都不夠。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大越國，赤甲衛。衝你來的，有多少人？多久能到？是。皇城裡那些想要我命的人，終究還是找過來了。赤甲衛是精銳中的精銳，這是他們的斥候。大白咬死了一個，但這股斥候小隊通常是10人一隊。風雪掩蓋了氣味，但他們最遲在後半夜就會摸到這裡。你左腿舊傷剛接好，不能進行高強度的長久戰，在風雪裡跟10個穿鐵甲的人近身肉搏，你的勝算有多少？7成。但我沒法保證在廝殺的時候，他們不會分出人手衝進石堡，婆婆還在裡面。7成不夠，我們需要遠程火力壓制。我要讓這群人連石堡的門都摸不到。你想幹什麼？你上次配藥，半條命都沒了，你現在身體根本沒恢復，你想再來一次？放手！如果他們衝進來，我們全都要死。我從不把命賭在別人的刀刃上，我只信我自己。我說了，我能殺光他們，我不需要你拿命去換東西。但我也說過，我是你的後勤，我是你的另一雙眼睛。敵人穿的是鐵甲，你的獵刀砍不穿10個人的防禦，沒有重火力，我們今晚都會死在這裡。退後！嚴重警告：宿主體能儲備不足10%，強行開啟越級重型武器合成，將抽空宿主所有生命能量。警告：致死率極高，請立即停止。閉嘴！啟動合成，目標10連發金剛重弩擊擴。材料鑑定中，劣質鐵礦石，提取金剛、野牛筋，提取高強度弓弦，符合質量守恆定律。開始合成。丁，合成完畢。沈清河！你這個瘋子！你這個徹頭徹尾的瘋子！醒醒，沈清河！我不准你死！沒有我的允許，
你敢死試試？我宗树的命不需要女人来换。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我不准你再拿命去换任何东西，绝不准。连弩上弦，射击口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这个疯女人心里盘算的依然是怎么杀敌。大白，收好他，任何人敢靠近这铺炕，杀无赦。头儿，你看前面，这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这么坚固的屋子，连个风缝都透不出来？有肉香，还有炭火的热气。大雪封山，兄弟们已经吃了3天树皮了，管他里面是什么人，杀了男的，抢了屋子和粮食，要是还有女人，大伙儿今晚就能好好暖暖身子。明白。这里不留活口，你们是自己抹脖子，还是我动手？一个山野猎户，口气倒是不小，就凭你一个人一把破刀，也想拦住我们10个？兄弟们，废了他！这不是猎户的把式，这是军中的破阵刀法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死人不需要知道名字。起阵，一起上！他左腿动作有迟，只攻他下盘，分2人去砸门，屋里肯定有东西。找死！门栓很厚，用斧头劈開。警告：宿主生命体征尚未穩定，請臥床休息。呼吸，在我建的大后方也敢动我的门？我的腿！重型强弩，这怎么可能？这破屋子里怎么会有军中的重型工程机械？还有心思东张西望？撤！快撤！点子太硬，屋里还有弩手。想走，晚了。外面清理干净了。沈清河，你这个不听话的疯子！我说过，我是你的另一双眼睛。我的后背从来只交给有价值的盟友。盟友？沈清河，从今晚开始，这2个字作废了。村长，那沈清瑜和那个猎户天天在山上吃香喝辣，咱们却在这里等死，这公平吗？大家都是一个村的乡亲，凭什么他们闭门不出，眼睁睁看着我们饿死？对，大家一起上山，人多力量大，我就不信他们2个人敢跟全村人作对。开门！宗猎户，清河丫头，开门啊！村里断粮了，救救大家吧！只要门一开，冲进去，里面的肉和暖炉就全是我的了。再不开门，我们可就撞了！
想搶？誰想做第一口口糧？可以往前邁一步試試。清河丫頭，我们不是来搶的，大家乡里乡亲，村里实在没粮了，大伙儿都要餓死了。你既然有富余，就发发善心，給大家分點吧。對呀，你是晚輩，怎麼能見死不救？村長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。我的規矩很簡單，這裡是我的地盤，不養閒人，也不施捨。你們手裡的鋤頭和鐵鍬，不是用來砸我的門的。那座廢棄的採石場裡有我需要的東西，10斤鐵礦石或者2斤廢鐵，稀有藥材可以來我這裡換一碗熱騰騰的糙米肉湯。挖石頭換肉湯，這是真的嗎？沈清河，你心太黑了！這冰天雪地讓我們去挖石頭，你是想凍死我們嗎？你明明有那麼多肉，白給我們吃幾口怎麼了？嫌黑，你可以不換，門就在這兒，礦就在那兒。願意幹活的拿東西來換命，不願意的現在就可以滾下山等死。大白，我幹！反正在山下也是餓死，挖石頭還能換口熱湯，我幹！我也幹！村長，咱們幹吧，總比等死強。娘，我不去，我連站的力氣都沒有了，怎麼挖礦啊？不挖咱們就得餓死。走！你真的打算給他們發肉湯？給。我不僅給，我還要給的足夠濃稠。只有讓他們嘗到甜頭，他們才會拼了命的去為我們挖掘製造重弩和防禦工事需要的鐵礦。這就是廢土的生存哲學。壓榨也是一門需要技巧的藝術。12斤，成色不錯。謝謝宗烈虎，謝謝申娘子。8斤，且泥土占了一半，只能換碗清湯。沈清河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們是一家人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這麼絕嗎？我的規矩裡沒有一家人，只有合格的交易物。半碗清湯，要還是不要？要，我們要。我受不了了，再這樣下去，沒餓死也累死了。我白天看過了，他們把換來的鐵礦石都堆在前院，那後院的倉庫肯定是存肉和糧食的地方。嬌嬌，你不是說那石堡後牆有個通風口嗎？對，那個通風口是用木柵欄封的，今晚風大，他們肯定聽不見動靜。我們摸進去，只要能偷出半扇羊肉，咱們就不用受這種窩囊氣了。快推開他！肉，是臘肉。什麼聲音？我早就料到，總有那麼幾隻老鼠不想幹活，只想偷竊。清河，我們錯了，我們也是餓極了呀！沈清河，你故意設陷阱害我們，你就是想弄死我們！是你們自己選擇鑽進來的。按照這裡的規矩，偷竊生存物資該怎麼處理？在北地，偷盜口糧者斬其手。不用弄髒你的刀，殺了他們或者廢了他們，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好處。從明天起，你們一家3口的挖礦定額翻倍，每天20斤。完不成，沒有食物，也沒有水。你做夢！你這是要逼死我們！在這裡，他的話就是規矩。敢逃，這把刀會自己找上你們的脖子。滾去礦洞！麻煩清理乾淨了。明天開始，我要徹底封閉石堡。3000鐵甲軍，最多還有1個半月就會到達。足夠了，1個月我會讓這裡變成他們永遠攻不破的絞肉機，而你，我會成為你最鋒利的刀。宗叔，別碰我，寒毒發作，會過給你。二叔啊！婆婆別動，待在炕上。這到底是什麼東西？普通的凍傷不可能發黑。3年前北地冰湖伏擊，我被叛將暗算中了極寒之毒，在冰湖底泡了1天1夜。老軍醫說寒毒入骨，無藥可解，每逢極寒之巔，必受萬箭穿心之痛。這毒今天壓不住了。清河，聽我說，地窖裡的糧夠你們吃到開春。大白會聽你的話，等我咽氣，把我丟進雪谷，別讓這毒氣留在屋裡。閉嘴！你的命是我的，我不讓你死，閻王爺也帶不走。系統檢索極寒毒草。
檢索完畢，雪上一隻錦，冰川烏頭，寒地毒霜藤，皆為劇毒之物，以毒攻毒。我要提取驅寒火蓮精華。警告：該目標為第2階高級藥劑，需要連續進行3次極限提純。宿主當前體能將面臨枯竭危險，存活率不足30%。少廢話，執行。清河，停下，別再管我了，你會死的。我若是怕死，早就在雪崖下閉眼了。镇北侯，你給我聽好，你欠我的命還沒還完，我不准你死。啟動最終合成，目標驅寒火蓮精華。警告，嚴重警告，宿主生命體徵即將歸零。合成。叮，合成完畢，成功了。原来長這樣啊，這筆買賣不虧。沈清河，你這個騙子，說什麼等價交換？誰家的等價交換是連命都搭進去的？行了，放手，我熱。不放。沈清河，你3天3夜沒合眼，就為了救我，為什麼這麼拼命？你是戰力天花板，你死了，誰去深谷殺狼？誰去震懾山下的暴民？保護最有價值的盟友，是生存法則。還在嘴硬，沈清河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再說一遍，你只是把我當盟友。宗碩，我不和死人做交易。既然你活下來了，你這條命就是我的。我說過，盟友這2個字早就作廢了。沈清河，你這輩子都別想從懷裡逃出去。来了，算算日子，這群聞着味兒的瘋狗也該摸上來了。我去看看。一起。大越國黑羽軍，朝中那群老賊為了斬草除根，竟然把鎮守南疆的精銳鐵甲軍調來了北地。多少人？看着陣型和火把的數量，至少3個千人營，3000精銳鐵甲。怕了？我宗碩的字典裡從沒有怕這個字，只是我怕護不住你。哼，收起你多餘的擔心。我沈清河選中的男人，如果連這點場面都鎮不住，那才叫笑話。這3個月，山下那群人為了換糙米肉湯，日以繼夜的挖礦。我把他們挖出來的極品鐵礦石和半生稀有金屬一點點攢下來，用了整整20次合成機會，反覆提純鍛造。舊傷已癒，寒毒已解。宗碩，獵戶的遊戲該結束了，穿上它，去拿回屬於鎮北侯的戰場。走，去会会他们。哈！宗碩，你果然還活着。堂堂大越國鎮北侯，居然淪落到躲在深山老林裡，跟一群烏合之眾和一個女人為伍，簡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宗碩，你以為躲在這烏龜殼裡，靠幾頭野獸和幾輛破木車就能擋住我這3000精銳？點火！交出你手裡的那份邊防兵力布方圖，我留你一個全屍，否則我今天就把你這座破山連同這女人一起燒成灰燼！完了，全完了，3000正規軍啊！怕嗎？
有你在，神擋殺神。哼，3000人就想燒我的山。系統解鎖第2階段權限，將所有庫存金屬全部投入合成。警報！檢測到巨量物質輸入，檢測到宿主試圖解鎖第2階段跨時代武器圖紙。警告！本次合成將徹底耗盡宿主近期積攢的所有體能與儲備能量，可能導致系統陷入長時間休眠。別廢話，不把這群人清空，我們就沒有以後。給我合成。第2階段終極圖紙解鎖成功，物質重組完畢，極地重型破甲床弩合成完畢。那是什么鬼東西？現在功少一行了。